我知道你当初想追求纳兰，在你的心里，我跟纳兰一样吗？你今天是怎么的了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你到底想问什么？你说呀！我告诉你，在我的心中，纳兰跟你永远都没法比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说，假如李奔腾得到你开发的软件，又把你一脚踢出去，你重新回到那个地下室，你还会回来找我？知道的什么内幕吗？我说的是假如。假如，出来创业这么久，烂人、脏事儿见得多了。假如现在我马上就要成功了，李奔腾突然跑出来，一脚把我踹开，很正常，是有这种可能。我不觉得奇怪，可是成功不成功，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了。咱们俩分开了这么久，不会再骗你。对于我来说，出来创业让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人这一辈子，找到真爱的另一半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罗威，我问你的是，假如你又失败，变得一无所有，你还会不会回来找我？说呀！不会，我会消失。我会永远在你的世界里消失。如果一个男人不能让他深爱的女人幸福的话，我是没有资格说爱这个字。你不会再见到我。今天这里不是我的舞台，只是想借这个机会跟各位报告2件事情。第一，麒麟的股权结构最近有重大的变化，我的几个兄弟、好战友因为身体因素和其他的原因相继退出。但我不是一个喜欢把90%的股权都抓在自己手上的人，相反的，我愿意与天下英雄共享之。但凡有一技之长的，我李奔腾张开双手欢迎你。带枪的、不带枪的都来，我有大把的麒麟股权与各位分享。第2件事情，你们都知道，麒麟控股魔晶，我现在在做的是重大升级以及重新发布的准备。它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跟世人见面，它将会震惊全世界。
叫我上来，我说什么呀？说什么都行。大家好，我没有做好准备，我要说什么，因为我是被突然叫上来的。既然我站在这里了，那我就借这个舞台跟大家做个告别。虽然是一次谢幕，但是我心里特别开心。因为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完成了我的梦想，我开发的软件现在正在改变大家的生活，我很自豪。一路走来，有很多的人帮助过我，影响过我，我在这里真心的谢谢你们。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魔晶团队，这么长时间以来跟着我风风雨雨，通宵达旦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做出了魔晶，我打心底里为你们骄傲。我在这里祝福你们每一个人越走越好，路越走越宽。我这几天闲着没事儿，我就翻了翻书，我看到一首诗，非常的打动我，我记在了手机上，我想念给大家听一听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内心的声音。诗的名字叫做《不可征服》。透过覆盖我的夜色，我看见黑暗层层叠叠。我感谢上天赐予我不可征服的灵魂，就算被地狱紧紧拽住，我也从未退避哀求。遭受命运的重重打击，我满头鲜血，却头颅高昂。在愤怒和悲伤的尘世外，耸立的不过是恐怖的影子。面对未来的威胁，我无所畏惧。无论命运之门多么狭窄，无论承受怎样的惩罚，我是我命运的主宰，我是我灵魂的统帅。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，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，如今我不再感到彷徨，我想唱着平凡的神话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光界，终究挣脱一切力量。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
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？这叫恋人吧？只有谈恋爱的人才能来。你看那球场里多热闹，每一个球迷都热血沸腾。但是他们永远只会为胜利者欢呼。这话就不对了。今天大家不也给了你最热烈的掌声？都是发自肺腑的。也许更多的是发自肺腑的同情吧。我是我生命的主宰，我是我灵魂的统帅。所有的终点都是新的起点。这首诗写得太美了，我就想知道，你新的起点是什么呀？我终于把魔晶的程序全部写完了。接下来，我这辈子只会再写一个程序，就是你。我会努力的，你会是我这辈子写过最美的程序。你这算是表白吗？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。如果我现在身上有枚戒指的话，别人眼中我就向你求婚了。谁不想成功？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。那我们就一言为定。我让你把我们的爱情写得像魔晶一样波澜壮阔，当前为证。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请问是纳兰大总吗？我是那个郭新年，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你要把魔晶做成一款杀手级的软件，我答应你。如果你做到了，我就在魔晶上线的那一天，和你一起共进晚餐。魔晶上线的那一天，将会是一个盛大的节日。跟我说句话好吗？我是纳兰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现在不是知道了？魔晶是咱俩共同创造出来的，在我心里，我就是魔晶的爸爸，你就是魔晶的妈妈。再见，拜拜。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
说，老天爷一定能满足你。我爱你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。再听听你的声音。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着我来完成我的梦，迎接情绪嘲笑的苦。就是这个声音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差不多就是这样了。未来，咱们在金融方面会比在通讯方面更热闹。咱们现在开始挑战传统的银行业了，你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像魔镜一样被人告？哎，你将来有没有可能当上央行的行长呢？开玩笑。但如果将来你能够当上央行的行长，我就不担心了。要完成电子金融系统跟跨行转账功能，需要跟很多银行打交道。但即便如此，你的这个玩笑依然不好笑。话说回来，现在银行做的 APP 既老化又难用，而且一间银行就需要一个邮盾。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跨行转账功能，那么10年甚至都不需要10年，现金就可以消失了。咱们会事实上成为一家虚拟银行，将来这款软件里存储的资金量会是巨大的。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？路是人走出来的，不能因为害怕跌倒就不往前进。老板不担心，我就不担心。你的开机动画还没有做好啊，我再想想吧。再想想，我需要一个好的开机动画。现在功能性太强了。麒麟软件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娱乐性，你随时随地打开来，都能在上面消磨一段时光。功能性太强的软件反而会流失很多用户。你再想想，其他的没有了。辛苦了，这么短的时间能做成这样，真的很令人惊讶。董叔呢？他自首了，把事情都说清楚了，我把你保释出来。
关于这款软件的一切，都已经全都向领导汇报完了。那接下来，我就想听老板对我说点什么了。你要的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给你准备了足够的预备金。这款软件将来由你来带领，升级、维护、再次开发。办公室就不要在麒麟大楼里面了，我单独给你盖一栋，气派一点的。你的年薪跟待遇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怎么样？不够。我听说你准备在这款软件彻底做出来之后，就一脚把我踢开，有这回事吗？你听谁说的？不重要。你有这个想法吗？我以为我上一次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。如果你现在还有这样的疑虑，那么我只能建议你，你可以走了，回家吧，打包，走啊。你不会的，你不是这种人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麒麟走不到今天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老板，你是大老板，我是个创业者，我没有安全感。我相信你是可以理解的。这款软件事实上我已经全都做完了。如果真的发生刚才我说的那样的情况，我也无力阻止。现在我真的，我不想再跟你聊技术，聊未来，聊一切阳春白雪的事情，很尴尬。现在确实是到了一个创业者要跟老板聊钱的时候了。我跟你要股份，你不答应，你答应给我这些，我觉得不够。这款软件是咱们两个人一起合力做出来的，将来你可以让大把的比我更好的工程师，比我更好的架构师来继续做升级、做维护。事实上，我是可以被替代的。我真的需要安全感，否则，一个创业者死在黎明之前，啊，这个故事太凄惨。你有一些奇怪的特质，你习惯用自大掩饰自己的自卑，没有必要。凄惨的故事也没什么不好，一个凄惨的故事可以让人正式的认识这个世界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也不需要安全感，你所需要做的是花时间。我跟我的兄弟花了10年时间打造出麒麟这艘号，而现在的腾讯会带领麒麟进入下一个10年、20年，甚至50年。所以，你如果愿意跟我看一样的方向，保持一样的高度，做同一个梦想，那么10年或者20年之后，我们能看到一样的风景，我们就会是兄弟。那个时候你会知道，我李奔腾从来不亏待兄弟。
这是香港财团王律师和他的助手。啊，你好，是现在签呢，还是让他休息一下？现在签吧，没什么好休息的。好，来。我签的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转让协议，就是在您名下的房产、汽车、地产、银行账户、公司股份全部自愿放弃，转给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族基金。我凭什么交出去啊？为什么转移我的财产？你打算不要我了吗？这是家族的决定。让你来内地经营人脉，拓宽渠道，让你为了将来接受我的位置做充足的准备，批准你的投资，让你好有一番业绩拿回去树立威信，包容你几次三番胡搞，你剩下的就拿了一手好牌，却弄这个乱七八糟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家族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在董如海案的调查过程中，公安机关又发现了新的线索，决定重新对金振邦父子展开调查并立案。以后我能每天都送你回家吗？只要你愿意。你说每天要是只做这么一件事该多好。我这人就是不知足。其实我想一想，我没什么好遗憾的，因为我知道，我就算失去了所有的东西，我确定我还有你。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就会觉得闷，想出去走走。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。郭新年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在魔晶和爱情之间做选择，你会选哪个？永远不要让我做这样的选择，因为魔晶是咱们俩共同的孩子，你也会舍不得孩子的。有时间带我去趟西藏吧。好啊，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小郭，阿姨。阿姨好。干嘛呢？有话屋里说吗？那个，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我刚才听你们说孩子，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谁的孩子？走了走了，快走快走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我先走了啊，阿姨再见。拜拜。哎，妈，怎么了？这么八卦，什么孩子？不该听的你都听到了。哎呦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几点了？我想睡觉了。我自己的事儿您就别问了，行不？求你了。不行，你跟郭新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必须说清楚。这件事我一定要向你汇报吗？对。我跟你讲，纳兰，你跟谁谈恋爱，我跟你妈妈不干涉。可有一条，在你做决定之前，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以前都干过什么，你必须说清楚。要吃一堑，长一智。我就奇怪了，郭新年你们又不是不认识，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听说金城被放出来了。凭什么放他出来呀？那个姓董的自首了，他承认那个被害的女孩是他指使人转移到卢卡的床上的。这样的话，金城就洗脱了罪名，所以也被放出来了。我就不信这事儿跟金城没关系。你说的对，这件事情没完，金家父子的事情，现在反贪局也已经介入了。你跟金城过去毕竟有过那么一段，现在想想我都后怕。所以你找的男朋友，我必须把关。还是你爸爸英明啊！幸亏当初没收金振邦那300万股，要是收了，现在咱们家可就麻烦大了。过新年。早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想来看看。真有闲工夫。你一直住在公司啊？对啊，这儿多宽敞啊！而且我的房租2个月以后才到期呢。一个人住也不关门啊？关什么门啊？谁进来啊？进来是劫色啊，还是劫财啊？纳兰不来吗？倒是约好了，今天一下班他就过来，我们晚上约了一起吃火锅。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，别自己闷着，没事出去走走。我能去哪儿啊？都走了，总得有人料理后事吧？我不得去公证处啊？我不得把股份转让给麒麟啊？那些合同的细节我不用谈了。
个还给你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股份本来就是你的，房子也是你的，现在都还给你啊。这本来就是我送给你的，我不能要。这个现在我没用了，我要走了。去哪儿啊？去布宜诺斯艾利斯。你去那儿干嘛呀？过些年，我想再抱你一次。长出翅膀，再不害怕飞翔流浪。我假装不在乎悲伤，却眼含泪光，偷偷对曾经的美好无法说谎。我真心的祝你跟娜娜幸福。有你在身边闪亮，就这样一点一滴被你影响。在我的理解，你就是同意嫁给我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。请你原谅我，我爱上了你的身体和另外一个女人的生命。长出翅膀，再不害怕飞翔流浪。我假装不在乎悲伤。金总您好，我是温迪。我想好了，我同意做您的基金管理人，请您准备合同吧。再见。大总好。那总走。走。纳兰，彭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温迪走了，他辞职了。他终于辞职了。本来我想给他办一个告别 party， 可他不同意，毕竟他为公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。如果需要，我可以给他争取到一些补偿。他拒绝了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我问他，他也不回答，只是说心伤了，要远走他乡，出去透透气儿。抓紧时间物色副手吧。记住了，你不许辞职。左右手都走了，我会很孤单。
又笑了，笑着对自己说，也不是非他不可，找个理由就忘了。我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了，沉默久了，给你告个别。不用找我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若薇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才华、很有想法的人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我不会看错，但是我们不可能了。将来，如果你遇到你爱的人，要抓住他，不要松开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珍惜当下呢？总想追求失去的东西，想着无法实现的东西，被这么多东西困住，怎么可能会快乐？跟郭新年相处的这段时间，让我明白，如果没有学会放弃，就不会得到幸福。罗伟，我们想要的太多了，这个道理我刚懂，把它送给你。又笑了，纳兰，我想告诉你，我现在很有钱了，我终于和你一样，我们可以做朋友了。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小的时候，父母经常把我放在姥姥家，每次我不听话的时候，姥姥就吓唬我，说爸妈不要我了。我那个时候特别害怕，吃一块糖要留下半块，穿衣服我就多穿一件，我喜欢穿厚一点。我害怕天气突然变冷，好像随时都会有人把我赶到街上，无家可归。后来我就变得越来越贪心，我什么都想要。我想，这就是我一切错误的根源吧。我拍照的那一刻，感觉自己突然变老了。时光转瞬即逝，在最年轻的岁月，充满可能性的时间，你做出了选择。青春的轮廓虽然还在，事实上，我的已经被摧毁了。但我喜欢这个结局。我想喝酒了。郭新年，你别喝了，你就3杯的量，这都喝了多少了？你看我没事儿。不许喝。罗维，你也是啊，少喝点儿，你脸都红了。罗维，哎呀，让你别喝了。哎呀，
哎，能不能不撒狗粮了？最后一杯。罗维，恭喜你。我有什么可值得恭喜的呀？你的童讯马上就发布了，恭喜你终于成功了。说句心里话，我都有点不想发布通讯了，因为这款软件即使他姓李，咱们俩都没赢。你错了，咱们俩都没输。李奔腾要2次创业，是你和我帮他完成的。虽然我现在把魔晶卖给李奔腾了，我失去了魔晶，但是我得到了他。他才是上帝给我最珍贵的礼物，他才是那个你走遍世界各个角落都不可能再找到的人。我的叔叔温迪，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，他想再来一回。别说了。你未来会借着麒麟的平台，成为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新贵。罗维这2个字儿，会像李奔腾的名字一样如雷贯耳。后面再来创业的人，会把你当成神。不过你要努力啊，不要固步自封啊！我还是会回来的，努力奋斗。别喝了。不喝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再有一群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屁孩，提着刀，拿着枪。再把咱们挑落马下，还是白忙活？不会白忙活的。你记不记得咱们俩以前经常聊你的那个达尔文主义，聊物竞天择，那是不对的。我刚开始创造魔晶的时候，我吸取的全部是被淘汰软件的营养。我不认为他们被淘汰了，他们就是换了一种形式，在新的软件里重生。他们贡献的智慧不会死掉的。你不相信达尔文主义？什么是达尔文主义？物种起源的副标题说，优势种族对劣势种族的征服，这是达尔文主义，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。我就是不相信达尔文主义，就是因为分出了优等种族、劣等种族，这个世界才他妈这么多战争，这么多灾难。这个世界的万物应该是一体的，应该是互相链接、互相依存的，谁都离不开谁。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。拉小姐，你听懂了吗？3哈的意思是，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是一条狗，大狗也要叫，小狗也要叫，每一条狗都按着老天爷给的嗓子，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所以没什么优势和劣势之分。我现在真的开始有点羡慕你了，我羡慕你有他。我的心情好多了。来，干杯！大家好，我是罗伟。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，就是这款新软件的开机画面。这个仰望我们星球家园的人，他的目光已经飞越了高山大海，紧紧跟随着他的爱。他看的地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。感谢李奔腾先生，让我来为这款软件命名。我叫它同讯，讯息的讯，天下大同的同。海明威说，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，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辽阔大陆的一部分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孤单单的个体。我希望通过同讯，大家可以表达自己，让声音汇入人群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发现和我们有着相同心绪的人，从此不再孤独。在我看来，同讯是爱和勇气的结果。如果同讯可以让您感受到一点点的快乐的话，那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一点点。佛陀在走之前说，这个世界真美好。是的，它值得我们为之而奋斗。好了，我要说的都说完了，接下来我还想感谢一个人，没有他就没有同讯。同讯是在魔晶的基础上做出来的，没有魔晶就没有同讯。我想感谢魔晶的创造者。过新年。
沉睡的人心潮澎湃，热血流过动脉，别让梦想带着遗憾醒来。总有人被世界淘汰，总有人被记载，在这尔虞我诈的舞台，挺过来。初心仍在，坎坷不算失败，不负时代，人生没有彩排，起落都精彩，磨难用双手推开，全力去对待，或速去才痛快，看我和命运谁厉害。李总，恭喜你，把魔晶交给你是对的，你是个值得信赖的人。我要谢谢你，我今天像是重新活了一回，像刚从大学里出来，觉得一切都有机会。说实话，凭我的能力，我做不出这样一款软件。即便是魔晶，要是没有纳兰、卢卡、杨、高迪、徐佳莹，还有你，魔晶不会有今天。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，也许几年以后没人记得魔晶是什么，魔晶就像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。你不要悲观，我也一样，说不定再过几年，我存不存在过都没有人记得。你不一样，你做出了这款软件，你的名字一定会留下来的。也许我真像别人说的那样，太自以为是，太狂妄自大。但是我真的想像乔布斯一样，终其一生是自己不朽。不朽是个梦想，绝对值得追求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来麒麟吧。叶志光走了，麒麟技术部老总的位置是留给你的，来做我的合伙人。我给你足够大的空间，随便你发疯，怎么样？一定要这么固执吗？你记不记得你以前答应过我？你说你会给我留一个全尸。我当时说的是气话。才华这个东西是老天爷赏的，你敢浪费，老天爷拿雷劈死你。罗维今天站在台上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我很嫉妒。我没法再站到台上去了，因为我没有像你那样的创造力了。聚光灯打在身上的时候，真了不起，像是全世界都在祝福你。郭新年，你还年轻，你不要自暴自弃。算了，
咱们俩曾经煮酒论英雄，但现在天下大事终于定了。我终于可以不用担心害怕了。关云长死的时候，他的首级被送到曹操那儿。曹操看着说：“无夜寝，可安息也。”咱俩太像了。我经常做梦，梦到你把我干掉，但是以后不会了。继续，没事吧你？都训。哎呀，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我。哎，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。谁呀？是我。没事吧？李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不是我要来，是他非要来。他今天受了点打击，喝得有点多，麻烦你照顾他。郭敬明，不能喝还非喝。李总，秘书长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啊。你好，进来坐一会儿吧。啊，不了，我就送哥们儿来，他喝多了，麻烦您让他醒醒酒。秘书长，您千万别瞧不起他，将来有一天，他一定会照顾我。回见。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，我说：“喂，那总，那男，美女，你记得我是谁吗？”你说：“我不记得你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”我说我是郭新年呀，郭靖的郭，3个金的辛，过大年的年。你说，我还真没想起来你是谁。我说。我现在正站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给你打电话呢，我就是这个有死穴的那个人。你说，对不起啊，您这乱七八糟的，您到底是谁啊？一个字都不差，你是喝多了吗？你说呢？然后，第二次给你打电话，我说你要来，我给你当导游啊。虽然你现在人不在这儿，我可以在这里每日给你播报啊。我可以拍照片发给你，然后我给你介绍沿途的风景，甚至旅店的价格，哪家的菜好吃。然后你跟我说，你那本认识攻略我看了，我想只有去不了的人才会看攻略吧。要是我的话，
我宁愿两眼一抹黑的去。我就想两眼一抹黑，说走就走。然后那天我要一个人骑自行车去死亡谷，把你吓坏了。你跟我说，三哈，你真的要一个人骑车去死亡谷啊？你还是别去了吧。那里太危险了，那里到处都是悬崖峭壁，还有泥石流。像我们这种小人物，要是真掉下去，连报纸都不会登一下。你就这样永远的消失了。你就希望我消失。犹豫什么，惧怕什么，一切在手中。后来，又何不都没你生气了。我们说好一起追梦，你还记得你跟我说什么吗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还有两事。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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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3事，我的心就像核桃一样被你敲碎。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你是不是死了？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？这没你们的事儿。求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，赶紧回屋睡吧。温迪走了，你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要是我就会追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。二哥，早上好。你醒了？早。我昨天晚上失态了吧？我真应该拿手机给你录下来，让你看看昨天晚上你的样子。哎，你好歹是个互联网大腕儿啊！还有一个大腕儿，李奔腾，昨天你俩喝多了，从街上东倒西歪来到我家。估计昨晚我爸妈都没睡觉，给你吓的。哎，我怎么能那么失态呢？那你爸妈该怎么看我呀？我跟他们道个歉去。来不及了。我不会是闹了一宿吗？半宿。后半夜我睡着了，什么都没听见。
实在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向你道歉。怎么道歉？吃完早饭，带我去西藏。这里比我想象的还要苍凉，但是这里是全世界离天最近的地方。这就是姊妹湖，也叫仙女湖。传说中是仙女的2行眼泪汇聚而成的。什么是姊妹湖呢？其实就是2片湖，一片叫姐姐，一片叫妹妹，是深蓝色的，镶在大山之中，非常的美丽。这里是风马旗，上面挂满了诸佛诸菩萨的真言和咒语。据说呢，只要是刮过风马旗的风，吹到人身上，就可以消除人的业障。到了。罗辑大叔，罗辑大叔，我就坐在这个盆里面。我坐进去的时候，发了一个誓：此生不悟道，就不出来。那刚才您不就算是出去了吗？听见有人求救还不出来，成佛有什么用啊？这个誓遵守不了了，下辈子吧。不在了，走了。他以前和我说过，他的余生都会在拉措拉姆湖传经。下一站，拉措拉姆。走。
听藏人说，在这里许愿特别灵。那你许一个呀？但是人的一生只能许一次，我已经许过了。你许了什么？我当时许的愿是，我希望我能把魔晶做成。应验了。但是我有点贪心，我当时想，如果我把魔晶做成了，要是还能跟你在一起，那就完美了。许什么愿了？一定要说吗？告诉我呗，也许我能帮你实现呢。我希望你还能做出一款比魔晶更棒的软件。杀回去。